为了迎接我们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，我提议我们来次升学旅行，出国的那种哟。我不是死了吗？可真不要脸，竟然敢诬陷菲菲盗刷你的银行卡！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身份，就算你要污蔑，也别不自量力吧。怎么回事？钱是我盗刷又怎么样？还敢报警？怎么去死？我没死，我竟然重生到了开学第一天。上一世，郑菲菲请全寝室出国旅游，费用全包。可所有人开始消费后，我的手机却出现多笔大额消费。银行查账才知道，是郑菲菲给我手机植入了病毒。她请全寝室购物的钱，其实都是我的。我气不过想要报警，却被他推下楼顶。哇塞，出国哎！我长这么大都没出过国呢。可是菲菲，出国一定很贵吧？我的生活费才3000块，连买机票都不够。这次旅行的费用我全包了，全包。闺女，你从小就低调，你现在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，可千万不能亏待自己啊！爸给你先卡上，转了1000万。大家尽管买，花不够1000万就别回来了。菲菲，你也太好了吧！你简直就是神仙！菲菲万岁！万岁！李飞，这次的开学旅行你不会不来吧？我当然要去啊！我不去的话，怎么能亲眼看着你为上一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？雨飞，哇，太帅了吧！帅哥，这是谁呀？雨飞，你还没吃早饭吗？来，大家都有份啊！谢谢帅哥。你在这儿装大方，其实还不是每个月我给你的零花钱。李雨飞，菲菲自己出钱请大家出去玩，你从到这第一天就给我们甩脸色，现在还污蔑她花的是自己的钱，和你在一起，算是我瞎了眼。若不是有前一世的记忆，我也不会想到温文尔雅的他会不辨是非的斥责我诬陷郑菲菲，仅仅是因为郑菲菲送他一套几万块的西装，用的还是我的钱。这是女生宿舍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没关系的，陈泽也是为你好嘛。明天我们一起出国去旅游，正好你也跟雨飞一起吧。出国？我们就不去了吧？没关系的，你们出国所有的消费我全包了。真的？明天我一定准时的。雨飞，你有这么好的室友，怎么不早点介绍给我认识啊？你们先聊，我先去图书馆了。雨飞，明天早上在校门口集合，你可千万要来呀。哎，你放心，明天我们2个一定准时到。鱼儿上钩了，只要我能找到机会在你的手机里安装病毒，你银行卡上的钱就都是我的了。看看谁才是鱼儿。
就是有钱人的生活吗？出门都是这种级别的车接送。我这是……郑女士，你本次选择的是一站式出行服务，请您签字确认。50万啊！这点小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雨飞呢？他怎么没来？就是啊，林雨飞怎么没来？他不会是生病了吧？我看啊，他是看菲菲像公主一样，受刺激了，自惭形秽，不敢来了呗。菲菲，你放心，雨飞要是不来的话，我替他陪你们一块出国。你不是喜欢岑泽好多年了吗？这下李雨飞不在，你不正好一把拿下他？不行，必须把李雨飞给我找出来！今天这必须来！菲菲，这李雨飞不在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我这不是想让大家处好关系吗？毕竟他是宿舍一份子，我不能抛下任何一个人的。雨飞要是有你这样的心胸就好了。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不用了。喂，你就不能积极点？我们在这儿等这么久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早就出国了。和约定的时间还有5分钟，我不算迟到。再说了，是你们自己非要等我。菲菲，你快管管他，说他2句他就摆谱，让我们这么多人等他一个人，他好不好意思呀？真以为自己跟菲菲一样，也是千金大小姐啊？千金大小姐，菲菲家这么有钱，都没有像她一样没有小姐的命，却得了小姐的病。你们看她穿的，我们是出国，又不是去逛菜市场，一身的地头，出国也是给我们丢人。哎呀，大家都是同学嘛，多包一点了。菲菲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雨飞，作为你的男朋友，就连我都看不下去了。你让菲菲等你这么久，你就应该给菲菲道歉。我凭什么道歉？你们要是不想让我去的话，那我就走好了。3秒之内，赵菲菲肯定会叫住我。3、2、1，雨飞，雨飞，你不想道歉就算了，我帮你道歉。对不起大家，我代雨飞向你们道歉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就原谅他这一次吧。雨飞，你真是太任性了！菲菲对你这么好，你竟然逼着她替你道歉。菲菲，你就是太好心了，这种人你还惯着。好了好了，大家都少说2句。飞机快起飞了，抓紧上车吧。李雨飞，你拽不了多久了，到时候我肯定让你倾家荡产。终于到国外了，这就是自由的味道。菲菲，快来！菲菲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机会来这里。郑女士，本次出行费用共计50万元，请问你怎么支付？着什么急？我还差你这点钱吗？就是，也不打听打听我们菲菲公主是什么身份，真是扫兴。哎呀！哎呀！于飞，我的手机没电了，可以借一下你的用一下吗？啊？给。上一世，他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在我的手机上植入病毒的。于飞，我手机没电了，能借用你的手机吗？啊？哎，我的手机落飞机上了！什么？
我的手机落在飞机上了。什么？我这衣服都是专门定做的，身上没有口袋，我就把手机放在包里了。结果下飞机匆忙，包不见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别开这种玩笑。定做的衣服，你可真会吹。我看啊，他就是抠门，舍不得他1个月5块钱的话费。机组工作人员说，确实捡到了一个手包，不过您放心，1个小时以内一定将您的私人物品交到您的手中。菲菲，抱歉啊，这次我不能借给你手机用了。什么？真是会给人添麻烦，连手机都能丢，真不知道出门带你来干什么。菲菲，你要不就用我的手机吧？希望他的手机能刷出钱来。菲菲花这么多钱请你出来玩，你连手机都不愿意借给他，他就是在故意为难菲菲。李宇飞，我真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小气。郑女士，这边收到了您的汇款，祝您旅途愉快。谢谢你，陈子哥。菲菲公主用过我的手机，是我的荣幸。麻烦您一定要帮宇飞找到手机，对他来说很重要的。好的。菲菲现在都在为你的事担心，你都这么大的人了，出门还会丢东西，真是麻烦。50万元支付成功，当前余额3.72元。什么？我的钱？怎么扣了这么多钱？陈子，你买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动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哎呀，陈总，你该不会是遇到黑客了吧？别胡说八道，哪有什么黑客呀？黑客？刚才就只有你动过我的手机，说你是不是对我的手机动了什么手脚？这可是50万，你今天必须把钱还给我。这几天我的钱前前后后划出去1000多万，郑菲菲，我真的不缺这点钱，但是我需要你给我一个解释呀。菲菲用得着和你解释？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，你哪来的1000万？李宇飞，人穷不可怕，人穷还死要面子才可怕。上一世义正言辞打抱不平，轮到你自己就破防了。你干什么？你吓到菲菲了？谁知道你的钱是真丢了还是碰瓷？可是我的钱没了，这怎么解释？国外本来就乱，你的钱自己看不住，丢了就赖菲菲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上一世你污蔑我说的话，竟然在这一世被原封不动的还给你，真是讽刺。你丢了钱一时着急，我也能理解。这样，一会儿你喜欢什么尽管去买，算是给你的弥补。就是50万算个屁呀，也就是菲菲的一顿饭钱。菲菲一会儿随便给你买一件，都够你花一辈子的了。难道她真的是个富婆？我还不能得罪她，等我帮上她甩了李宇飞，以后岂不是一步登天了？菲菲，刚我一着急就糊涂了，以后你有任何需要，我随叫随到。谢谢你，陈泽哥哥。不过，宇飞会吃醋的吧？我当然不会呀，我又不是垃圾回收站。要陈泽这样的垃圾干什么？算你识相，他都白嫖了你旅游，还有什么资格吃你的醋？李女士，您的包找到了，请您收好。谢谢。找到就好，咱们现在逛街去吧。好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菲菲公主万岁！都别急，这才只是开始。这就是世界排名第1的商场，卖的都是名牌。哎，子涵，快来！这些东西我在国内见都没见过，这次出来真是长眼了。这个好好看啊！哎，这边好看。
欢迎光临，请问有需要帮忙吗？刚才他们摸过的东西我全都要，好的，你们随意挑。谢谢菲菲。服务员，这个还有这个都给我包起来。哎，服务员，这边这个，全都给我包起来。还有这个也要。刚才害我差点出丑，一会儿必须让你好好出血。你好，两位，你们的东西打包好了，这个是您的，这个是您的。谢谢。你好，请问还有什么帮助吗？ Alice，经理。这几位小姐由我亲自接待。好，去吧。小姐，我帮你拿包。菲菲的东西啊，轮不到你碰。菲菲，我替你拿。谢谢你，陈泽哥。天天摆张臭脸，也不知道给谁看呢。我奉劝某些人，不被爱的早就该趁早离开了。我要是菲菲啊，我就不该带你过来。不是我说，蹭完免费的旅游，就不要厚着脸皮蹭购物了吧。雨飞，你也挑几件呀？这些都是普通货，太掉价了，配不上我。你别在这儿丢人，菲菲这么大的身价，她的眼光还不如你。这就叫山猪吃不了细糠吧？穿了一身地摊货，还说这里的奢侈品配不上她，真搞笑。嫌我丢人啊？好啊，跟我走。菲菲，我们好不容易出国一趟，别着急走嘛。我不过才离开几步，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我哪有什么紧张？我不是怕你玩的不开心吗？菲菲，你不用搭理他，他就是嫉妒你，自尊心受挫。他要真想走，那就让他滚啊！菲菲的身份尊贵，不是你能比的。你别为了你那点虚荣心扫了菲菲的兴致。虚荣？你平时跟我去食堂吃饭都要 AA， 现在这几十万的西装，一拿就是2件儿。这是菲菲送我的，我大大方方接受有错吗？你连这都要妒忌？连自己男朋友喜欢的东西都送不起，人穷眼界低。要我说啊，陈泽还是跟我们菲菲更般配，简直就是郎才女貌。哦，不对，是女才男貌。于飞，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就算你不想接受我的礼物，但你也可以留下帮我参谋参谋呀。你可千万不要走了。我当然不会走啦。我要是走了，还怎么见证你们伪装被撕破的丑态？打扰一下几位女士，你们今天的消费已经超过了本店的最大额度，所以需要对你们几位进行验资。验资？验资就露馅了，我必须先发制人。你是说我给不起这钱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几位购买的金额巨大，这些东西如果你们确定都要，我马上让人开单啊。不过有必要提醒一下，本店的奢侈品都是孤品，一旦开单不退不换。好，全部开单。确定要全部开单吗？你不光狗眼看人低，你还听不懂中文是吧？我刚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是全部都要，全部，懂吗？明白。爱丽丝，开单。好的。这边请。小姐，单据开好了，总共是523万，我可以申请给您打个折。不用打折，这一巴掌是你刚刚狗眼看人低的教训。哎，你怎么打人呢？不好意思，是我招待不周，冒犯了几位。今天他要是敢耍我，我必须要弄死他。菲菲，你也太帅了，我太佩服你了。就是，以后不管在哪，只要有菲菲在，就会替我们出头。于飞，你的手机在你的书包里对吧？能借我用一下吗？我让家里给他们转钱。终于来了。好呀，来，拿去。
还真是蠢货。等我在你的手机下载病毒软件，花光你的1000万，我看你还笑得出来。老人机！老人机！你还真是寒酸啊！这都5202年了，你居然还用这种破烂！这个手机除了不能上网，但是信号特别好。哎，菲菲，你不是要打电话吗？于飞，这手机我没用过，不太会用，你要不把你的智能机借给我？哎呀，真不巧，我那部手机啊，我放在宿舍里了。住宿舍？为什么这样做？这还用问吗？他就是不想花钱，故意带这破烂玩意儿，就怕你让他掏钱。以前怎么看不出你这么有心机？菲菲说她付钱，你也不能一点钱不花，光占便宜吧？大包小裹，生怕自己占不到便宜的人不是我吧？我说过，这是菲菲自愿送的。就是，菲菲自己的钱，想给谁花就给谁花，用你在这多嘴啊！花他自己的钱，我当然无话可说了。菲菲，你不是要打电话让家里来结账吗？这么多人，可都等着呢。这么多人，可都等着呢。林雨飞，你是不是故意整我？别急着破防啊！上一世是你亲手把我从楼顶推下去，这笔账我还没找你算。整你？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呀。还说你什么都没做？你出国是来搞笑的吗？故意拿这个破烂玩意儿给菲菲丢脸？就是，刚才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看不起奢侈品，转头就掏出来从垃圾堆里面翻出来的破烂，让他们看到了，还以为我们国家人用不起手机呢。难怪菲菲会生气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就不该带他出来，在学校给我们宿舍丢人，这到国外了还给我们国家丢人。我用老人机就丢人了，一会儿要是结账刷不出钱，是不是更丢人了？你阴阳怪气什么东西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菲菲会拿不出钱结账？井底之蛙，我看他是没见过这么多钱吧？就连刚才菲菲出门包机的钱，都够你们家赚10年。这些东西可能对你来说啊，算是奢侈品，可对菲菲来说，花个几百万就跟出门买菜一样简单。真付不出钱就麻烦了，先阻止他们。你们几个赶紧把东西给我退了！你们几个赶紧把东西给我退了！菲菲，他惹你是他的事情，包包是无辜的呀。要是他哪句话惹你不开心了，我现在就替你出气。不怪雨飞，是我突然没心情逛了，我们先回酒店吧。早知道就应该先确定他用的什么手机，现在只能先回去再想办法了。菲菲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到现在还在替他说话。早就说过不该带他来，真是扫兴的东西。李雨飞，没看到菲菲都生气了，赶紧给菲菲道歉。我凭什么要道歉？说用手机的是他，不用手机的也是他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还嘴硬，明明就是你带老人机，故意给菲菲丢人。就是，菲菲从小就养尊处优，就连马桶都是纯金做的。结果菲菲把你当朋友，你却带这么一个破烂玩意儿，你这不是摆明打他脸吗？面子都是自己赚的，用老人机比为了点钱给别人当狗还丢人吗？你们先把东西放回去吧，等回国给你们买更好的。可是菲菲，这些东西都已经开票了，不退不换。什么？什么？你们怎么开票了？是想坑死我吗？菲菲，明明是你自己说的，他还提醒你了，你忘了？我刚才确实说了，这开票之后不能退换。请问您是刷卡还是扫码？催什么催？又不是不给。那你还是快付钱吧，我可是听说在他们这里套单，可要判得很重的哟。判刑？菲菲，
你还是把钱给他们吧。这么多人都看着呢，我们几个倒是没什么，你一个千金大小姐，不是最要面子的？我又不是不想给，我就是讨厌他们这种强买强卖行为，最讨厌别人逼迫。抱歉，我们这里不是国内，我们的规矩就是这样的。哎呀，菲菲，我知道这些钱对你来说就是9牛1毛，而且这里的东西真的很便宜，这个包就连普世的假货都要大几千呢。假货？对，他们这里卖的就是假货，我们快走。不会吧？就是假的，你们相信我，这种东西我家多的是，我一摸就知道。你们不要上当，这样你们一会儿找机会把这些东西悄悄的放回去。我们先离开这儿，等回国我带你们去更高级的地方。菲菲，你说这里卖的是假货？哎呀，他们这也太欺负人了！不行，我可不能看着你被这么欺负呀！你别吵！说的对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就这么欺负你。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你给我过来！你们这么大的商场，竟然有假货！你不会是看菲菲有钱就故意欺负她吧？假货！这位小姐，如果对我们的商品品质有疑问的话，可以随便找人过来检测。如果查出一件假货，今天你们所有的消费，我们商场10倍返还。菲菲，她都这么说了，应该不会有假货吧？会不会是你看错了？就是啊，这么大的地方，既有专门的人看着，又有专业的品牌鉴定证书，肯定不会是假货吧？那既然这些东西都是真的话，那是不是就可以买单了？这个包我喜欢了好久。张菲菲，闹了这么久，你该不会是没钱结账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听不明白吗？你们今天买的这些东西，他根本就没钱结账。你胡说，菲菲可是千金大小姐，她随便一出手的钱比你这辈子赚的都多，她怎么可能会没钱？就是，菲菲都说了，这次出国的所有消费都她买单，她没有钱敢说这话？你该不会是看菲菲被我们众星捧月，心里着急，故意这么说，想吸引我们的注意吧？我用得着吸引你的注意力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你嫉妒使人面目全非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竟然是这种人？我是哪种人还用不着你来评价，我劝你们还是好好想想，待会儿他没钱结账，你们几个该怎么收场。这单子已经开过了，如果今天这位小姐不能付款的话，那我只能报警了。菲菲，你快管管他们啊！他们都要骑在你头上拉屎了。菲菲，他说的都是假的，你不会骗我们的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就刷卡，好好打这个疯子的脸。我确实没钱结账。我确实没钱结账。菲菲，你是开玩笑的吧？你怎么会没钱呢？你不会真的装大款没钱付账吧？你没钱，那你骗我们来国外干什么？我没有骗你们，只是刚刚我收到短信，我的卡有小心限额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刚才太冲动了，你别怪我。是啊，菲菲，都是他挑拨离间，才让我们差点误会你。那现在你的卡限额了，我们怎么办呀？菲菲啊，你要不要给银行打个电话？像你这种身份的人，他们肯定很重视，说不定马上就给我们解锁了。没办法的，刚才雨飞的包落在机场了，我为了给他拿回包，就多给了工作人员一点小费，一不小心我的黑卡就限额了。原来又是因为你，你还真是会给人添麻烦。我要是菲菲，我根本就不该带你来。要不是因为你，菲菲的卡怎么会限额？这位大小姐的黑卡还能限额呀？我真是闻所未闻呀！你又没有黑卡，你懂个屁！菲菲，你再想想其他办法。你家这么有钱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的卡都锁了，还有什么办法？你们赶紧把东西放回去，咱们离开这儿吧。想走？保安！你们今天恐怕出不了这个门了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是不是不知道菲菲是什么身份？我不管她是什么身份，今天不付钱，我保证你们走不出这个门。
陈泽，救我！有这个大冤种在这儿，只要我支持他替我出头，我就有机会趁乱逃走。你放心，现在正是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一定好好保护你。陈泽太有男子气概了。陈泽，有你可真好，我好害怕呀！你一定要替我教训他呀！我只要把握住这次机会，以后就能少奋斗20年。我一定保护好你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男人。今天有我在这儿，你们谁也别想动菲菲一根手指。真是蠢货，被人当枪使。我当初是怎么瞎了眼，看上这么个玩意儿？幸亏分得早。你敢砸我的东西？狗眼看人低，菲菲最不缺的就是钱。我今天就算把你的店都砸了，菲菲也照样赔得起。叫你的人快走！砸的这些东西是给你们一个教训，一会儿所有的钱菲菲都会给。陈泽，店是你砸的，凭什么要我付钱？菲菲，你说什么？陈泽，我和你有什么关系？让我替你赔钱？菲菲难道是想逼我表态，才故意这么说的？正好借这个机会把李雨菲给甩了。菲菲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你了，我和李雨菲在一起都是因为她死缠烂打，我当初就是看李雨菲可怜而已。这几天你也看出来了，我心里装的可一直都是你。陈泽好浪漫啊，当众表白哎！陈泽都这么说了，我看某些人就自愿退出吧。菲菲可是千金小姐，不是你这种人能比的。我没意见啊。真是婊子配狗，天长地久。我现在可不能和陈泽扯上一点关系。陈泽，我……菲菲，你的钱被锁了，没关系，今天所有的钱我替你出。你出？你哪来的钱？没想到吧？我家房子刚刚被拆迁，拆迁款有2000万，我是富二代，我摊牌了。差点忘了，是我把陈泽家里划在了拆迁范围内，还让我爸给他家划了2000万的拆迁款。林雨菲，你现在就算是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后悔？要不是我，你以为你家那个老破小能值2000万吗？这2000万既然能给你，也能收回去。喂，爸，我和陈泽分手了，取消他们家的拆迁计划。我早就说过，陈泽那小子不是值得托付的人，你非不听。你看，当初是我认人不清，爸，从今以后，我跟他没有任何瓜葛。他们家本来就不在拆迁计划内，当初要不是你要求，我根本就不会给他这笔钱。我现在马上安排取消他们家的拆迁计划。再见，爸。没想到这个陈泽这么有钱，简直就是送上门的冤大头。菲菲，为了你我都把他给甩了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你还是不能接受我吗？好呀，我答应你。陈泽早就该跟你这种人分手了，只有我们菲菲才配得上陈泽这么优秀的人。菲菲，我是看不得你受一点委屈，可是这2000万对你来说不算什么，可这是我的全部家当。知道了，等我回了国，让我爸2倍打给你。菲菲，我就知道你人美心善，你一定不会不管我的。今天就是给你长点教训，记住，以后不要狗眼看人低。刷卡。爱丽丝，好的。付款失败。什么？宝贝女儿，拆迁款已经追回来了，现在打到你的卡里了。什么？你再试试。失败，失败，失败。怎么会这样？小子，你敢耍我？陈泽，你到底有没有钱？你不会是装大款骗我的吧？菲菲，你别着急，我现在就给家里打电话。妈，咱们家拆迁卡的钱怎么都没了？哎呀，儿子，我们刚刚接到通知，说是咱家不在拆迁计划之内，那个拆迁款呀，他们追回了。
什么？后悔？要不是我，你以为你家那个老破小能值2000万吗？这2000万既然能给你，也能收回去。他怎么好像早就知道？难道说是他？不可能，一定是我想多了。陈总，你赶紧付钱呀！菲菲，我家的拆迁款被追回去了。什么？小子，你他妈敢耍我！你想干什么？想绑架是不是？犯法的事儿我们不干，但我可以送你们这群骗子去你们该去的地方。菲菲，你不行，让叔叔阿姨在你别的卡上转点钱吧？你家不是做大生意的吗？调转资金很容易吧？我可不能坐牢啊！是啊，菲菲，我记得你说过你家是做跨国贸易的，那这国外的银行肯定也有账户吧？这国外的账户又不限制额度，这钱的问题不就解决了？不行的，我爸妈的钱都在公司账上，不能私用。要不然这样，咱们先把钱凑一凑，把钱付了，然后回国的时候我3倍还给你们。啊，这……我们不是不想帮你，可是500多万，我们哪里凑得出来？菲菲，我想了个好主意，这个结款单上呢签的是你的名字，你要不在这等着我们，我们回国找你父母，让他们想办法救你。对对对，等我们先回国，到时候一定想办法救你。你们不会是想把我抛下逃走吧？哎呀，你们可是最好的姐妹，可一定要帮菲菲呀，要不然这500多万可是够菲菲在这里住20几年的牢了。20年？啊，菲菲，菲菲，菲菲。菲菲，菲菲，菲菲，都怪你，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吓唬菲菲？菲菲胆子本来就小，你还在这说风凉话。菲菲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。我当初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就是一个贫困生，你吃我的穿我的用了这么久，你现在因为他又跟我没完。你点小恩小惠，你指望我记你一辈子？菲菲可是真千金，不是你能比的。马上叫救护车，千万不能让他在我们店里出事。是。这群蠢货，只要救护车一到，我就有机会逃走了。等下。他只是晕倒了，不用那么麻烦。我有一个好办法，可以治他的病。来，你们都让开。我怎么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报复你的机会？你确定这样管用？他好像真的管用哎！我刚刚看见菲菲的手动了一下。雨菲，求求你，一定要把菲菲救活呀，要不然就没人给我们付钱了。放心吧。不过呀，刚才我这力度好像还是有点小，要是有什么针头啊，或者是钢管之类的。啊！我店里有棒球棍，我去给你拿。别闹了，别闹了，我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别闹了，别闹了，我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真行了？你以为人家是人吗？打这么重了？哎，我刚才可是在救你呀，这周围的人可都看见了。我能证明，这位小姐确实是在救你。哎呀，这真是奇迹啊！这中医还真是博大精深。这个呀，不是中医，这叫恶人还需恶人磨。小姐，既然已经醒了，那就把账结了吧。你们，我刚刚醒过来，你们就来催账了是吗？哎呀，
我这可是为了你好，结完账我可以亲自送你去医院做全身检查。如果你拿不出钱，那我只能报警。不能报警，我明明有机会逃走。李宇飞，你知道我庄云，你故意整我。庄云，哦，原来呀，他刚才是装晕倒啊。菲菲，你刚才是装晕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不会真是装大款没钱结账吧？你不会真是装大款没钱结账吧？所以你刚才一直在骗我们。可是你说的这次出国的所有旅行消费都是你买单，我才跟过来的。你要是没钱，那这些东西怎么办？你们是不是有病啊？是没见过好东西还是怎么的？我刚都晕倒了，你们还想在这花我的钱？我现在就告诉你们，我不买了。不是我买不起，是我不喜欢这种受人胁迫的感觉。你们谁自己挑的东西，谁自己出钱买。什么意思？你现在是想耍赖？你个骗子！你没钱装什么大小姐啊？还把我们骗到这么远的地方来？不是我买不起，是我不喜欢这种受人胁迫的感觉。你们谁挑的东西，谁自己出钱买。郑菲菲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没钱装什么？是你自己说的，我们过来所有费用你全包。你现在想耍赖是不是？我刚才可是为了替你出头砸了店，你现在告诉我你是骗子？是又怎么样？东西是你挑的，店是你砸的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们还是留在这儿好好还钱吧。郑菲菲，你个贱人！你们就留在这儿好好还钱吧。郑菲菲，你个贱人！哎，快去给老板打电话。好的。你们几个愣着干什么？别让他们跑了！饶不了你！郑菲菲，你个贱人，经不起看，你别装逼啊！想得起我也不做压力槽，我就不买。哎呀，今天店里的损失，这可是天文数字，我可处理不了啊！你们几个给我等着，森爷马上就到。森爷，北国坐山虎沈万森。什么？有人在我店里闹事儿，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啊！这不是大小姐吗？快，赶快准备礼物，我要给大小姐赔礼道歉。森爷雄居北国多年，背后更是有花国李家撑腰。这家店既然是森爷的店，我们可完蛋了。郑菲菲，都怪你装逼冒充什么大小姐，要不然我们怎么会得罪森爷？今天在座闹场人都有份儿，凭什么我一个人承担？明明是你自己说的，过来所有消费你承担，就该你自己负责。就是，我们都是被你骗过来的。要不是你说你请客，我们怎么会来这种地方？你们，都怪你这贱人，都是你！要不是你多管闲事，早就跑了。今天店里所有损失都是你负责。你还真是不要脸呀！我全程在这儿一动没动，你还想往我身上甩锅？雨飞，咱把头钱一偿，你就救救我吧，救救我！你盗刷我银行卡的时候，你想害死我的时候，你有想过我们是同学吗？原来你早就知道，你故意的！小姐，今天这件事儿确实和你没有关系，你随时都可以走。他不能走，他有钱，他有1000万。谁都不用付钱，谁都不用付钱。森爷，完了，森爷来了，这回我们都完了。完了，这回彻底完了，得罪了真正的大人物。森爷，您误会了。的确是误会。大小姐来我店里受到我请。大小姐，森爷，就是他们在我店闹事儿的。闹事儿？这个什么大小姐的，她想干就干，用你多嘴。森爷怎么对郑菲菲这么客气啊？整个商场都是菲菲家的，菲菲，原来你真的是大小姐。
难不成他是把我认成了别人？正好，我借这个机会可以离开这儿。你们这里简直烂透了！这人是大小姐的朋友，他说的一定是大小姐的意思。对不起，是我招待不周。你们把大小姐学的东西全部报告。大小姐，您看这样还满意吧？算你识相。不用了，他们谁砸的，就让他们照价赔偿。他们谁砸的，就让他们照价赔偿。就算你不追究，我也要追究。是我得罪了。大小姐看样子真的生气了，一定是我刚才道歉不够诚恳，大小姐还没有原谅我。用得着你说话吗？你是什么身份？就是，刚才就是你在一旁挑拨离间，要不然我们也不会误会菲菲。菲菲，刚才是我太冲动了，你一定要原谅我啊！趁他没发现我的真实身份之前，我必须得离开这儿。没关系，毕竟同学一场，我原谅你了。我就知道你这么善良，一定会原谅我的，不像某些人只会挑拨离间，害我们误会你。对，等我们回去一定收拾他。没关系，没关系的，我们快走吧。哎，等一下大小姐，知道您升学，我特意为您准备了礼物。这东西虽然小，但是也是我的一番心意啊。这颗难道就是海洋之心？海洋之心，那可是价值连城的宝物。菲菲连升学礼物收到的都是这种规格，真不敢想象她平常过的都是什么样的生活。这颗是女王王冠上的那颗海洋之心，我珍藏多年，今天特意来送给大小姐。全世界也只有这样的宝石才配得上菲菲。菲菲，你快收下吧，这好歹也是森爷的一片心意啊。菲菲大小姐能够喜欢是我的荣幸。你还真是有心了，拿过来吧。是。大小姐，希望您会喜欢。他怎么把宝石给了李雨菲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看李雨菲的打扮，以为这李雨菲啊是菲菲的仆人。像他们这种贵族世家，等级制度森严，是不能越级汇报的。沈万森，你要是真想送我礼物，你稍微做点功课。你难道不知道我一向不喜欢这么张扬的东西吗？我错了，我疏忽了。李雨菲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这是森爷送给菲菲大小姐的礼物，你有什么资格替菲菲拒绝？没关系的，雨菲也是为了我好嘛，她就是不想让我太过张扬。他就是嫉妒菲菲，你别以为你替菲菲拒绝了，就算报复他了啊！像这种极品的宝石啊，就算菲菲不要，也是你这种人一辈子不敢肖想的。你们也不用责怪雨菲，森爷，我这个人平时低调惯了，他们也都是知道的。不过这次可以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就收下这个宝石了。给你？这宝石可是送给大小姐的。你这个老眼昏花的东西，竟然把这个宝石送给这个废物！废物？你敢说大小姐是废物？废物？你敢说大小姐是废物？我看你是活腻了吧？她是大小姐，你傻了吧？郑菲菲才是大小姐，你说了半天，连人都没有认对，还想拍马屁？哼！你说她是大小姐，还问这些东西？这不明摆着的。这无论从形象还是气质，谁是大小姐，这不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你真是老眼昏花了，超
趁早退休吧啊！看在你给我们免单的份儿上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菲菲，她才是如假包换的大小姐。哎呀，别这样，我平时都低调惯了。你还低调上了？这回听懂是怎么回事了吗？听懂了，有人冒充大小姐身份。没错，就是他冒充菲菲的身份。你要识相的话，就赶紧把你手上的宝石给菲菲。还有，菲菲的卡被停了，你再给我们每个人转上几千万，我就让菲菲原谅你。这都不是问题。我想请教一下几位，按你们的意思，想怎么处置这个冒充大小姐身份的废物？这还用我教你？你真是白在北国混这么多年。哎，当然是把他的腿打断，再关进监狱里，让他好好反省反省。李宇飞，你听见了吗？不过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，我可以给你个机会。你现在给菲菲跪下道歉，我可以替你给菲菲求求情。不能放过他，要不是因为他，我们怎么会跟菲菲产生误会？没错，像这种挑拨离间、嚼人舌根的人最可恨。要不是李宇飞非要带老人妻故意算计我这会儿早就去海边度假。这个狗东西！我也觉得李宇飞实在可气，就应该给他点教训。您的意思是？这是在你的地盘上，就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做。明白。来人！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你。李宇飞，让你今天故意整我，终究也是自食恶果了吧？你们砸了我的店，还敢冒充大小姐的身份，今天必须给你们教训！你们砸了我的店，还敢冒充大小姐身份招摇撞骗，我今天必须给你们点教训！怎么回事？孙爷怎么突然翻脸了？菲菲，你快替我们求求情啊！森爷，你敢这么对我，就不怕我告诉我爸吗？你爸？知道怕了吧？怕了就赶紧放了我们，我可以替你求求情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堂堂沈万森会被你这些小毛贼给吓唬着？菲菲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就连你说话也不好使了？森爷，如果你是因为我砸了你们店而责怪我们的话，那你为什么不抓他？他才是罪魁祸首。就是他挑拨离间，我们才砸你店的。他能砸我的店，那是我的荣幸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森爷对他这么恭敬？我知道了，老东西，我早就看你不对劲儿。你该不会是和李宇飞早就认识，故意坑我们吧？哈，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你这个老东西对他毕恭毕敬的。该不会你们早就……真恶心！他看起来岁数都比你爸大了吧？你敢侮辱大小姐？信不信现在我就把你算了，饶了他们一命吧。不过，毕竟他们砸了你的店，就把他们送去牢里，好好的反思吧。听见没？还不快谢谢大小姐！大小姐？不错，她就是首富千金李家大小姐。不可能，李家富可敌国，她又是李家大小姐，怎么会跟我们同一所大学？就是，平时从来没见她用过任何值钱的东西，她不可能是李家小姐。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一样爱慕虚荣。我们家大小姐为人低调，岂是你们这帮鼠辈能够理解的？她是李家大小姐，我到底错过了什么？陈泽，以后在牢里，你会有大把的时间去好好思考这个问题的。不可能，菲菲才是大小姐，你一定是骗子！来人，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人，给我带走！大小姐，要不要抓人？不必了，他们这种人，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吧。想必他们在监狱里的日子也不会好过的。哎呀，这不是大小姐吗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都是因为你，没钱装什么大小姐，还连累我们跟你一起坐牢。就是，没钱就不要装逼，到这儿了就好好伺候老娘，要不然老娘打死你啊！
坏人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说你呀，好死不死的来到这里干什么？这次为了给你赔钱，我可是赔了全部的家当。爸，我也是被骗了呀。陈泽，你是不是认识远洋集团的千金呀？哎呀，你跟他好好说说呀，干脆把咱家拆了吧。我跟你爸这真的是活不下去了。妈，你糊涂了，我怎么可能认识远洋集团的千金？之前就是这个远洋集团的千金亲自来了咱们家，把咱们家划给了拆迁范围。他说跟你很熟啊。和我很熟，但我确实没见过他。他叫什么？他名字里面有个“飞”字。是菲菲？原来她真的是远洋集团大小姐。想烫死我啊，你个废物！你还敢报复？给我打！别打了！躲！再给我躲！好手手！刘菲菲，你过来一下，有人出了钱保释你。菲菲，菲菲，菲菲，你在里面还好吗？他名字里面有个“飞”字。是菲菲？原来她真的是远洋集团大小姐。菲菲，我把家里的房子都卖了，来救你出去。我可是你男朋友，怎么能见你受这种苦？都怪那个李宇飞，他肯定跟那个沈万森有一腿，故意陷害你。这个冤大头，居然还认为我是大小姐。陈泽，你快救我出去！等我回了国，我就跟你结婚，把我家的钱都给你。我现在可是千金小姐的救命恩人，以后就是远洋集团的继承人。李宇飞，等下次见了我，我肯定要你好看。闺女，你在国外的那些事儿，爸都听说了。就是因为你太低调了，所以别人以为你就是个软柿子。爸给你在国外定制了一台汽车，马上给你空运到学校。车？不用啊，爸。不用什么不用啊，车马上就到了，以后啊怎么高调怎么来。要是再有人敢欺负你啊，就给你爸打电话。大小姐，祝你用车愉快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！菲菲，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你爸妈？着什么急？我才刚回国。为了救你，我家可是借了高利贷，还把房子都卖了。菲菲，知道了，等忙完这几天的，我就带你去见我爸妈。得想个办法，尽快甩掉他。是他，这个贱人竟然还敢到学校来！不用你动手，这种事交给我。李宇飞，你这个贱人！小姐小心！陈泽，你抽什么风？你还好意思问？你害我坐了几天牢，你还敢出现在学校里？小姐，您的车。报警吧，让他们照价赔偿。你的车？你哪来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车？你个骗子还敢报警？这个车漆是店里为大小姐定制的晶体镀层车漆，整个海市就这么一辆，要想修好至少3000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少放屁了！我就算把它砸了，我也1分钱不用赔。你懂什么？因为这个车是我的。你的？大家给我评评理啊！我是她前男友。他在国外骗了我1000万，害我坐牢。他倒是回国坐豪车住豪宅，你还算是个人？
你骗光陈泽的钱，享受自己的生活，害我坐牢，我要你必须付出代价。哦，原来是个捞女啊！我就说穿的一般，怎么能开得起这么贵的车？我还以为咱们学校出了个富二代呢。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。你爸给你买的？你当我不了解你家的情况吗？你爸就算打一辈子的工，也买不起这车的一个轮胎。我买不买得起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还嘴硬！我现在就报警，让你体验一次坐牢是什么滋味。有病！你们想干什么随便你，我还要去上课。新勋啊，李宇飞，你骗了我的钱还想走？好，我现在就报警。不能报警！要是报警，我精心打造的富家女人设可就露馅了。不能报警！为什么不能报警？明明是李宇飞骗了大家。郑菲菲刚才还趾高气扬的，怎么一提报警就置之不理？难道事情还有反转？啊！毕竟我们同学一场，这样报警的话会给宇飞留下案底的。他都害你坐牢了，你还替他考虑？菲菲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才会一次次被这个贱人欺负。我发现你不光有病，你还是个蠢货。你们坐牢是你们咎由自取，真是老天有眼，让我甩掉你这样的人。李宇飞，你要是识相的话，就把钱还给我们。陈泽家本来就条件不好，你要不就把他钱还给他，这样我们就既往不咎。要不然，不敢保证陈泽会对你做出什么。车是骗我的，你花的钱也是骗我的，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。我今天真是开了眼界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这是我的车，给我滚下来！还敢锁门！今天不把车还给我，你也别想开走！喂，爸。怎么啦，我的宝贝女儿？我。喂，宝贝女儿。喂。董事长，会议室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喂，你干什么？陈泽，你疯了！你今天必须把骗我的钱还给我！我家因为你都背上了高利贷，现在还在被催债，我今天不能就这么放过你！这李宇飞可真够狠的呀，就该让他付出代价，不能放过这个捞女。就你每天都穿成这样，你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贵的车？看来我爸说的没错，对付你们这种人就不该低调。哼，我摊牌了，我爸就是南省首富李振邦。原来他是首富李家的千金啊！不会吧，首富李家可是富可敌国，李家千金怎么会在我们学校？你真是笑死我了！你连这种谎话都编得出来？别以为你认识沈万森，你就能为所欲为。说白了，你不就是沈万森的情人吗？你觉得你冒充首富千金，沈万森帮得了你吗？那好啊，那我给我爸打电话。我爸可能在开会，我待会儿再打给他。才一会儿，装的可真够像的。我没时间在这陪你过家家，我劝你趁早把车给我交出来。李宇飞，你把我们骗得那么惨，我们不可能就这么放过你。菲菲说的对，我今天必须给你点颜色看看。董事长，不好了！大小姐的车刚才检测到震动警报，有人砸大小姐的车。什么？我的女儿也敢动，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走，马上跟我去学校。我女儿要是少一根头发丝，我就把她碎尸万段。
李飞，明明是你骗了陈泽，你还敢还手？还敢还手？别以为就你有帮手！我在学校门口被欺负了，你们快来！我劝你最好冷静。今天你要是动了手，我保证你不能活着走出这里。吓唬谁呢？真当自己首富千金啊？你这种把戏骗骗3岁小孩子还可以，骗陈泽你还嫩了点。就是，菲菲才是真千金，装逼装到正主面前，你也真是蠢。三哥，怎么了？来的正好，这个人欠钱不还，还冒充首富千金，你们给他点教训。你得罪泽哥还有活路，你敢冒充首富千金，你就不怕首富找你麻烦？动手！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。教训完了，让他把钱吐出来，之后任凭你们处置。我看你们谁敢！今天要是出了事儿，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再快点，天都黑了。我看谁敢动我女儿！闺女，你没事吧？爸，我没事。好。我看这个人一看就不简单，不是咱们能惹得起的。我们撤了。你们怕什么？他什么身份我太清楚了，他就不可能有什么大身份。你们赶紧动手，让他把钱给我吐出来。陈泽，原来是你，老东西，你谁啊？我是李宇飞的父亲。哼，来的正好，你女儿骗了我的钱，要不就你来还。我闺女会看上你那仨瓜俩枣，笑话！你真当自己是首富啊？老东西，今天你要是不还钱，信不信你走不出这里？哈哈哈哈！我女儿骗你的钱，要不是我女儿放你一马，你恐怕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。老东西口气不小，今儿我就让你好看。泽哥，这几个保镖一看就不好惹，还是算了吧。没用的东西，欠债还钱。我们有理，怕什么？就是，他们还仗人多欺负人呢。没见过这么不讲道理的人，不仅骗了人家的钱，还想打人。这个人看起来好眼熟啊，他好像真的是首富。不可能，他要是首富，我就是首富他爹。陈泽，你个不孝子！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借高利贷救大小姐，可是钱还没有到账，高利贷来找我们，我和你妈好不容易才跑出来了。李宇飞，都是你在作孽！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就行行好吧，帮我们把这钱还上吧。这钱对于你来说没什么，可对于我们来说，这就要了命了呀！叔叔阿姨，这钱与我无关呀。还说跟你没有关系，你非要把人家逼死才算完吗？陈泽，借钱的又不是我，凭什么要我还？大小姐，当初你来我们家搞拆迁的时候，我还说你是个好人啊。可是你不能这么忘恩负义啊！陈哲是为了救你啊！救我？你还是问问你儿子，他到底是为了谁吧。儿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妈，钱的事你不用担心，菲菲都会帮我们解决。他是谁？你让我们借1000万块钱的高额贷款，就是为了救他？她就是远洋集团的大小姐菲菲啊！拆迁的时候你们不是见过面吗？你打我干什么？你弄错了，这才是远洋集团的大小姐。哎呀，儿子，你搞错了，这才是远洋集团的大小姐。怎么可能？肯定是你们弄错了。我们弄错了，当初拆迁款可是大小姐亲自送过来的。什么？陈泽，
我当初对你隐瞒是怕你自卑，特意用了拆迁这种方式，给了你家2000万，就是想让你好好读书。可是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看上你。不可能，她是远洋集团大小姐，那你是谁？是你一直在骗我。我可没有骗你啊，你是自愿喜欢我的，非要替我还钱。你闭嘴！原来一直在骗我的人是你，你把钱还给我！还钱？不可能！我又不是说我自己是大小姐，是你觉得我是远洋集团的。原来宇飞才是首富千金啊！能和首富千金一个学校，那真是太幸福了。这个郑菲菲也太可恶了，假冒身份骗人，还死不承认。要我说啊，像陈泽这样的渣男也是活该，放着真千金不好好把握，非要和一个骗子搞在一起。宇飞，我是被他骗了，我不是有意要离开你的，你会原谅我的，对吗？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呢？大小姐呀，我们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，我们欠了高利贷，你就帮帮我们吧。是的，大小姐，我们真以为你出事了才给他的钱，谁知道这小子有眼无珠啊！高利贷的钱我可以替你们还，这件事情与你们2位无关。但是陈泽他砸了我的车，这笔账我得好好跟他算算。这不孝子就应该受教训，大小姐随你处置。我们接到举报，有人闹事儿。是他砸了我的车。他对您造成了多少钱的经济损失？毁了车漆，砸了车窗，共计损失3000万。3000万！你刻意毁坏他人财产，金额巨大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不能坐牢。菲菲，我是为了救你，你一定要救我。那都是你自愿的，车窗是你砸的，油漆也是你泼的，我可没逼你啊，都是他干的，把他带走。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带走。宇飞，原来这是场误会，你才是真千金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站住！站住！宇飞，你是知道的呀，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，都是陈泽干的，不能把他干的事情怪到在我头上呀。我说的是这件事儿，你盗用他人信息，盗取他人财物，这个就是证据。你在说什么啊？还装？你骗我出国，难道不是为了黑进我的账户，盗刷我的银行卡吗？原来你一直都知道，你一直在跟我演戏。我是为了复仇。郑小姐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宇飞，我们是同学呀，你放我一马行不行啊？同学？你当初骗我钱的时候，有想过我们是同学吗？你当初把我从楼上推下去的时候，你有想过我们是同学吗？我明明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呀。这些，你还是在牢里好好反思吧。带走。事情终于结束了。闺女，你这才刚开学没几天，就出这么多事情，爸担心你，要不你还是回集团工作吧。爸，我的人生有自己的打算，你就别跟着瞎掺和。好好好，我不管，我不管。董事长，我已经都安排好了，就让那2人和他一间。好，这回有他受的了。李宇飞，等我出去，我跟你没完！你们是你呀？你不是被保释出去了？你们不是在国外吗？怎么会在？我们今天被遣返回国了，没想到啊，竟然在这种地方还能碰到老熟人。郑菲菲，以后该怎么做，你应该清楚。郑菲菲，
有人要见你。陈泽，要是陈泽来救我了。大小姐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陈泽一定会把我救出去的。陈泽死了，他自杀了。听狱警说，他临死前还在叫喊着：“他是我的男朋友。”真是讽刺啊！明明他当时对我那么不屑。这就是报应吧？他明明是千金的男朋友，结果因为一个骗子，被骗得一无所有，锒铛入狱。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？是想搞死人？那是我们开学的第一天，那个时候我真的特别开心。我们4个要做最好的朋友。耶！看，哎呀，这个好像闭眼睛了。再来一张，好吧？好看。亲爱的，我刚才去取快递，刚好看到一封有你的信，我就帮你拿回来了。谢谢。哇，我们家鱼和宝宝这么漂亮，肯定是情书吧？你别乱说。于飞，此刻我攥着囚服的袖口，想起我在宿舍向你们炫耀我的新包，你肯定一眼看出那是假的。我还记得你提醒我要小心骗子，还跟我打听我是从哪里买的包。我支支吾吾不敢说，现在想起来，你应该是怕我上当，想替我出头吧。你就是这样单纯的人，单纯的会相信我这种人。这身编号服比我想象的还要磨皮肤。以前我总觉得只有最好的衣服才能配得上我千金的身份，我就应该是刷卡不眨眼大小姐。我连拍卖会的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，就敢吹嘘自己天天去拍卖会一掷千金。谎话说多了，忘了自己几斤几两。报应，这都是报应。于飞，你今年应该毕业了吧？我现在每夜都在想，当初我没带你们去国外旅游，没有动盗刷你银行卡的心思该有多好。是不是我也能顺利毕业？我以后也会有体面的人生。可我偏偏就顶着你的身份混进名媛圈，迷恋上首付千金代购的特权幻觉。虚荣是鸦片呀，网上批的豪车方向盘，虚假定位的海外酒店，这些糖纸包的毒药骗得连自己都信了。愿你今后遇良人。李飞，快来拍照，我们少了你可不行。来了，走吧。